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爱是会吸引爱的，如果你的内心充满了爱，往往就会吸引充满了爱和滋养的经验或者是关系。这是因为我们期待的梦想越具体，那么这种期待的情感产生最多共鸣的事物就会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不一定会得到我们在人生中想要的，但是我们会得到我们所持续关注的，我们会得到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拥有的事物，不单单是我们认为我们相信或者是我们希望相信的事物，而是我们真正相信会发生的事物，它就一定会发生。今天的这个占卜视频呢，就请仔细的聆听，让我们使用宇宙真爱吸引力法则，得到内在的净化，充满爱的光明。当你确定你期待的、你听到的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那么你将得到上天的眷顾，天降姻缘，遇见对的人。冥冥之中，宇宙自有安排，一切都是天意。包括你点进这个视频，自然也有宇宙想给你的讯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记得订阅 JC 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点赞，如果你听了这些占卜视频还没有留言的话呢，那一定记得留言跟点赞哦，跟整个视频能量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连接，你会接收到上天对你的礼物跟眷顾的。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你要从中挑选一组进行聆听呢。左边是第1组，是我们的黑熊；中边是第2组，是我们的花束；最右边是第3组，是我们的星星 star。哪张牌卡给你最强的吸引力呢？在我们选择牌组之前，我们先来进行一个静心冥想的小仪式，然后再进行选择，好吗？首先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然后在心中默念，上天请赐我好的姻缘，让我遇见对的人，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见的那个图案，那个主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黑熊牌组的你，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这6张牌卡来检测一下你正在进入怎样的一个人生阶段的转化。实际上呢，你是一个有一定欲望跟野心的人，你不甘平凡平庸的一生，你希望自己活得很好，活得精彩，而不是一个碌碌无为非常平凡的状态。所以你给自己定了目标，也给自己一定的压力，不断的去 push 自己。你想要有更加有品质品味的生活，你想要有质量好的双向奔赴的爱情，你希望建立这种优质优秀的人际关系。在自己的事业之中呢，你也可以不断的去激发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强项。你知道其实你并不差，不管你的人生起点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什么样子，但是你一直都努力着，你是保持着一颗上进之心。你知道自己忙一点累一点苦一点没有关系，只要不放弃，总会往理想的生活上面慢慢去推进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可能年轻的时候会不太在乎自我的价值，但是现在呢，你不愿意放低任何自己的价值，在择偶标准上面，不论是放纵情欲啊，还是说因果关系，你都非常的注意，你不愿意去伤害他人，随意的产生暧昧，你希望种好的因。只要你自己呢，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好的因，那么自然而然会遇见好的缘分的。实际上目前你可能已经负重前行一段时间了，当然对于你来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有遗憾才有更多的希望。你尽可能的在别人面前面带微笑，或者是
装着你自己活得非常的好，没有烦恼的样子。无论生活或者是感情出现怎样的一个僵局、左右为难或焦虑，你都是正面面对的。你没有去逃避生活或者是情感给予你任何的一些问题，这个很好。宇宙呢，当下想告诉你，你应感谢自己一直以来的坚定、勇敢跟不放弃。正是因为在你的这种正的意念之下，目前人生中一切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进行转变，光之回归，否极泰来。一段困难的旅程正在结束，你也正在重获新生。过去的这一段时光并没有让你更负面消极，反而磨练了你的心智，帮助你获得了更多自由的思想。在格局上面，其实你更加的打开，你自己已经成长成一个宝剑侍从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加的冷静，愿意去清晰的去做头脑上面的分析，愿意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成长的空间。在人际关系上，你想要建立更理智的关系，不喜欢情绪上出现任何的对抗。如果说你已经在恋情之中，跟你的伴侣出现了一些矛盾，或者是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不愿意让自己去讲一些破坏情感的话语，或者是让自己随意的发脾气，而是希望两个人呢可以更加和平式的去做一些沟通。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但是这种误会呢是需要去交流的，而不是在那边互相猜疑的。如果说你现在在单身的话呢，你想要更加谨慎的去挑选自己的亲密恋人或者是亲密者了，你希望在感情里面呢，双方都是可以获得平等的满足的，不要有任何的天平之秤的倾斜，你会更加愿意去做人际关系上面积极的一些调整。在事业上面，你可能有很多精力，或者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想法，你也有可能呢去寻找一些额外的教育或者是经验，这样你知道自己不断的努力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许当下呢你在考虑去接受培训，或者要去上学读书，或者开始新的工作，或者是选择不同的职业道路。而且近期呢，你会开始有意识的去了解金钱的价值。有的朋友开始更多的去看一些财经报告啊，研究股票啊、债券啊，或者是退休基金的期权啊，或者是保险，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行业、金融产品。你期待能认识一些可能更加懂得实现金钱财富的人，或者是去认识理财规划师，或者是更多赚钱经验的人。你希望更大的限度提高自己的收入。实际上你真正的强大起来了，接下你的人生呢将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动力，并且达到一个非常节制平衡的状态。你自己呢也足够强大，没有被任何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所打败。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没有太多人的帮忙，没有太多人的支持，但好在你自己不断的壮大。目前你是在一种深思熟虑的情况之下，重新去调整计划，建立未来的目标。你不想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自我的一些消极、遗憾或者是不甘心之中，而是要去有更多的一些判断，并且对于未来有更多的一些谋略，更多的一些规划。那么上天给你的好消息是，你即将拥有更高能量的自我意识，在自我超越、转化、行动力上面，你会跨出原有的领域，然后也会去回头去检视自己曾经的一些不足，所以看到你的努力没有白白的浪费，你也将看到你的每一分付出都会有每一分的收获。而这种福气并不是你求来的，是因为你自己的不放弃，因为你自己内心的坚定信念而修来的。你的身心灵都会进入到最好的一种平衡状态，知道吗？
近期呢，是拉斐尔大天使守候在你的身边，引导着你，治愈着你，为你带来爱的电波和火一般的热情。你会勇敢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并且对未来你充满更多的希望跟期盼。你也会勇于接受任何的挑战，达到一个很快上一个台阶的高度。那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拉斐尔大天使。拉斐尔呢，是有治愈之树的光辉使者，他也是伊甸园生命之树的守护者，是大天使又是力天使。他有着炽天使的6个翅膀，他不是一般的天使只有2个翅膀，他是有6个翅膀的。然后呢，他是治愈人间疾苦的一个天使，并且他会传授诺亚建筑方舟的知识与技巧。他治疗的不仅是人的身体心灵，还包括人的业力、宿命和信仰。所以亲爱的，你正在摆脱宿命，建立新的信仰，进入到完全另外一个层次的生活里面，而这个生活呢，会让你感觉到足够的满足跟开心的。另外，如果你希望老师单独做一些视频去讲述天使、宇宙之类的课题的话呢，那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如果够多朋友期待的话，我是可以为大家出讲解视频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最近你究竟具体会发生哪些缘分。首先，你会成为别人的贵人，因为你的善良，因为你愿意去帮助一些弱小的人。这个弱小的人呢，也许是伤心者，也许是被孤立的人，也许是被霸凌的人，也许是希望在生活中给予一定的物质、金钱、条件帮助的人。总之呢，你会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有的朋友可能会去做义工，有的朋友可能会去捐款，有的朋友呢，可能身边有这样的人是需要你给予一些建议，或者是伸出自己的援手的。总之呢，你会去建立这样一个好的业力，未来其实是有福报回到你的身上的。另外，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你会尊重这种独立性，不会太过于的依赖他人，而且别人做的一些行为可能跟你的一些思想是不同的，但是你不会带有任何的批判性。你尊重不同性，你尊重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梦想，都有他的闪光点，所以你不会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束缚在别人的身上，那就代表你自己呢更加的大度一些，更加的宽容，也更加的理解支持性一些了。然后呢，你会是一位反战者，一位和平使者。当别人出现任何的一些矛盾或者是吵架的时候呢，你是会从中去调和的，让大家休战，不要去有任何的生气、发脾气，或者是讲一些八卦的事情了。你是会让大家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一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呢，你很快就会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她是一位比较成熟的女人。也许这个女人她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许她会跟你建立家庭，或者是同居生活。那么如果你要去跟别人合租房子，或者是你要在新的学校里面跟别人一起住宿的话呢，可能就是跟你这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你们2个人应该会是有相同的频率的，而且你们会为彼此带来精神上面的发展，心灵上面的成长，非常棒哦。而且呢，你们2个人心有灵犀一点通，有时候可能不讲任何的话，一个眼神，彼此都很懂得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在你们2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陌生尴尬的状态，好像就是很容易可以聊天，可以搭话。
然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好像就是遇到了另外一个自己，有非常强的一种默契感，并且两个人呢也会互相去欣赏对方，你们有着一致的三观，你们有着一致的一个态度，性格也是非常的合，对彼此呢都是很欣赏、很尊重。也许你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兴趣，但是你们一定是有共同的话题的。他也会努力的去了解你的爱好，你喜欢的东西，对你是蛮有好奇之心，想要有太多的一些愧疚的、探究的，想知道你到底想什么，你到底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当你们有更多聊天之后，他会觉得你想的就是他想要的，所以即使他不喜欢的事情，他也不会去嫌弃，并且他总是能够发现你身上的闪光点，你的优点。他跟你在沟通交流的时候是完全诚实、完全真诚的，没有任何的一些虚伪，没有任何的一些假装。你在他面前也是非常自由的，你想说什么，你想做什么，完全都是 OK 的。他总是给你一个认可的眼神，所以让你不会有任何的一些拘谨，任何的一些尴尬，也不会让你在两个人之间有任何的一些包袱，所以是完全打开心扉的状态。而这个女生呢，她是很成熟、聪明并且独立的，不一定代表她的年纪很大，可能跟同龄人相比，她的心智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在读书的话呢，这个人不代表他是有婚姻家庭的，可能代表着他有伴侣，或者是你们也许会住在同一个宿舍。他其实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的文凭并不会很低，而且他很擅长去组织活动，在这些活动里面呢，他都尽可能的去亲力亲为。这个人的思想转得很快，而且他足够的勇敢，足够的冷静，发生任何的突然计划之外的事情，他都是蛮镇定的。他也很自信，知道自己可能比别人都比较聪明，而且做很多事情呢，他都会三思而后行，会去做分析，会去做判断。他的性格是有点奇妙的，对于朋友，他其实算比较大方、比较慷慨的一个人。在金钱使用上面呢，他不会太过于的小气，或者是守财奴，但买东西上面他会注重质量，不会注重数量，而且他很希望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个人他非常的聪明，他知道如何让别人喜欢他，他也是一个蛮有竞争力的一个人。他的性格呢，实际上还算是比较有弹性的，不会是非黑即白的，不会太过于的公平公正。该走捷径的时候呢，就会走捷径；该玩小聪明的时候呢，也是会玩小聪明。但是他做的事情尽可能不去损人利己，不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还有就是他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总之呢，他特别喜欢你，他跟你的性格有很多点是比较合的。他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你非常非常的漂亮，你身上的这种气质跟气场吸引着他。他在你面前呢有一点自卑哦，他会觉得自己要么身材没有你好，要么自己气质没有你好，要么就自己长得没有你好。所以在你面前呢，他可能有一点害羞，可能有一点拘谨，不会太热情的走到你面前来跟你打招呼。在你面前，他可能会稍微的含蓄一些。还有就是他对你有蛮强的渴望跟热情的。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是有一定的距离感，但是在聊天越聊越投机之后，就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开始越来越信任彼此，然后觉得跟你有非常强的一种熟悉感。你跟他之前人生所认识的人都完全的不同。你身上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你的一些人生经历，可能是他没听过的，或者是他没有接触过的。你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又有非常强的神秘感，你勾起了他对你持续去了解的欲望。他对你是非常好奇的，他觉得你拥有一定的独特性，你很有趣，你的思想呢也非常的丰富，跟你谈论任何话题你都可以接得上，而且呢你都可以导向到一个比较轻松的谈话状态，喜欢跟你思想上面沟通，而且他很专注你们彼此的这种情谊，他对你的情感呢是非常的专一的，而且你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稳固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灵性，互相的鼓励，一起去享受生活，并且很自信积极的去建造两个人情感的这种紧密度。但他不会陪着你走到人生的尽头，你们始终都是会有分开的那一天，但没有关系。当某一天呢，你们各自有人生的一些选择，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之后呢，你们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这份情感里面了，就可能就忽视这份情感，生活会造成你们的分离，人生使命可能会造成你们的分离，但是你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呢，大家都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会是很有这种知己很紧密的能量的。所以亲爱的，无论如何你今生都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这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很多人在一生之中都没有办法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所以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珍惜。那么这边呢，上天也想告诉你哦，希望你可以有主见一些，在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是当下在生活的选择上面，你都可以更加的有主见一些，因为这种不随波逐流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魅力，多给自己的事情去做一些决定。我们可以从小事情开始，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什么，今天要穿什么呀，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跟谁要多一些约见，跟谁呢我们直接拒绝走开，这些都希望你可以更加的有个性一些。那遇到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当这个意见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去做行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锻炼自己有主见的能力，你知道吗？你如果更有主见一些，你更加的自立，你更加的把口中的这种不知道啊，或者是随便啊，或者是你们喜欢吧，随你吧，这些话语去掉，而是我想要，我们怎么样，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是最好的，好吗？这样的话呢，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会让你更加的专业度，特别是在遇到人际关系上面有聊天的时候，尽可能的你也会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不是去附和他人的一些意见。拥有自己的原则，敢于说不，或者是敢于表达的话呢，你会增加你自己更加迷人的一个魅力点的。另外呢，上天也会告诉你哦，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比较孤独，或者是比较寂寞，这种孤独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那么上天告诉你，你要学会适应孤独的日子。可能在你的人生之中一定会不时的有这些孤独的日子，但其实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去冷静思考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适应寂寞，适应孤独，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越来越强大。凡是成功的人都感受过高处不胜寒，都有很强的适应孤独寂寞的心哦。最主要的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在那边消极、悲观、难受、自我可怜，还是说利用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去学习、去成长、去思考、去谋略、去计划你的未来呢？
所以亲爱的，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一点点力，在正确的地方给予一点力，你就有很强的成长。现在呢，还不是遇到你灵魂伴侣的时刻，当你更加的有主见，当你适应孤独之后，它就会出现哦。所以亲爱的，敬请期待吧，在人际关系上有很强的一个调动哦。看来你自己给予爱的这种力量，最后也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会有人出现来疼爱你，来尊重你，来刺激你得到更强的成长的。而你呢，确实也会有这种釜底抽薪，也会有否极泰来的美好未来的。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选择鲜花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是什么。近期呢，你自己在人际关系互动上面还蛮多的，而你自己呢做的还比较好哟，因为你正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注重因果业力，你将心比心，帮助他人，整个人是非常的善良、温暖、积极、有光芒的。你正在开始人生的新篇章，而你的下一个精神旅程呢，也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水平里面哦。目前看到你正在关怀正在受苦的人，或者是回报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这种感恩之心，这种感念呢，实际上是帮助世界运转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即使是对自己的父母，你也会真诚的感谢的，并且有时候你也可以去安抚那些需要保护、那些害怕的、有恐惧感的人，或者是安慰那些悲痛的人。身边有人可能被情所伤啦，或者是事业上并不会很成功啊，你都会给予拥抱、给予支持的。有时候呢，也会给予穷人一些物质上面的帮助。有时候呢，可能也会给身边的人介绍关于灵魂学，或者是灵性，或者是传递一些爱的能量，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会传递一些佛教的方法，一些佛法，一些因果关系啊之类的，会让你自己呢给予别人的这种善良更加的有意义。有的朋友也会利用自己的可能的一些价值资源，去帮助别人达成一些愿望，甚至也许个别朋友去跟大家一起聚会餐厅的时候，你都不会只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不会是那种不体贴又自私的行为，而是呢，有时候你是会顺应着他人的，有时候呢，你是希望投其所好的，有时候呢，希望可以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你也会去讲一些鼓励别人的话，一些赞扬的话，欣赏的话语，来让别人更加的上进，会用自己尽可能的一些能量，正能量或者是这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去感染激励他人，不会太过于的去压抑自己的善良。那么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多多少少也是有一定的成就的，建立了一些美好的关系。你知道吗？上天是公平的，你的爱的能量自然会回馈到你的身上，广结善缘，有了善缘，自然好运就会随之而来，福报呢就会显化的。一个人的福报有多少，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因为一念的善心就可以消除很多的罪业，一念的慈悲是能够增加很多的功德。有的人可能因为拾金不昧而获得福报，有的人可能因为不贪不义之财而有了善缘，有的人呢也会因为一些救苦救难而消灾免难，有的人因为布施明灯，所以可能全家团圆。那在这种好的因缘际遇之下呢，你就会感受到有大富大贵的这种能量来到身边了。你当下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请继续前行。看到呢，在未来你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争斗，或者是有太多的一些困难、现实的阻碍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你自己呢，也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点上面去。你会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
并且也会相信自己，充满信心的向前进。我们这边出现了世界这张牌卡，我们看到一个女生呢在荡着秋千，非常的开心自由。那么这边呢还有猫咪狗狗陪伴，还有就是很多吃的，所以是在一个阳光灿烂非常明媚的野餐状态，然后呢自己是无忧无虑的。是的，亲爱的，你将享受生命的喜悦，以及周围的人、周围的动物对你的支持，而自己呢，也是衣食无忧的，你知道吗？布施、帮助他人，就是获得幸福的秘密。所以，你的身心灵将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你也会是有一种真正的自由跟人生的极致。世界牌卡呢，也是一张象征着永久跟持续成功的牌哦。所以你的灵魂跟世界或者是宇宙达到一个非常协调的状态，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在人际关系或者是人力资源结合上面呢，都会得到优质的好的缘分朋友。如果你需要别人给你介绍一些有才华的人啊，或者是别人呢给你搭建一些人际关系的桥梁，行个方便啊，或者是拓展项目的话呢，只要你愿意去表达你的这个诉求，那都是有人可以帮助你的。记住，在别人愿意帮助的时候呢，分一点好处给他人总是需要的。在友谊朋友之间呢，你会开始新的一些冒险，你的社交圈子将会变得更加的大，你会认识新的一些朋友，而且在未来呢，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有利益的思想，或者是有实际利益关系的一些人。你当下的一些想法，你的对人际关系的期待呢，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希望你准备好去迎接新的事物、新的人到达你的身边来了。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呢，你是可以到达成功的段落哟。在自己的学业上面呢，你是可以顺利完成目标达成的。同时，在情感上面也是好聚好散的，一切呢都是非常顺其自然，并且顺利的情况之下的。如果你在未来想要去旅行的话呢，出国旅行也是可以实现的，你会有足够的资金去出国旅行，而且在踏上别的国度的时候也是蛮顺利的，即使语言不通，都会出现有人来帮助你的哟，都会出现非常热情的人，而且在这种交通运势上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未来呢，想要搬家或者是想要移民，都是有可行性的，都会有极大成功的可行性哦。或者是你投出去招聘工作岗位的这个简历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应聘成功。你想要去哪一些学校去考取成功的话，也是可以达成的。而且在情感关系里面，你也会建立持久的满足的伴侣关系。也许你的伴侣来自于世界的另一端，另一个国度，也许你们是远距离的爱情，也许你们是家乡不同的，但没有关系，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你们都会相遇，即使是在网络之上相遇开始的，也会在现实里面去进行一个连接，会越过世界而相遇的。目前看到呢，你的心理状态也会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多的自我爱，并且也获得成功，获得金钱，跨越一座一座的能量，自己呢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虽然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精疲力尽了，虽然有时候可能有些辛苦，但是这些辛苦呢都是值得的，会激发你更多的一些潜能。你自己呢，无论如何心理上面都是比较健康的，你的自尊感也是比较高，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而且也会看到自己呢是被别人尊重的。当然可能有人也需要
你给予更多的一些帮助，你都愿意去乐于助人。在自我的安全感、个人感、归属感、使命感、成功感上面呢，你都感觉得到更多的一种舒适，更多的一种自信，更多的一种认同，你也会好好的喜欢自己。当你更加喜欢自己的时候呢，你身边就会出现真正喜欢你的人，看见你的人生发展更大能量的去进行一个拓展，而你自己呢也会积极去进取的向外去发展是比较好的。那远离家乡，或者是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呢，都会招来一些好运的，而且还会收到一些意外之财，也许是你的奖金，或者是收入工资上面有提升了，或者是呢有更多的一些兼职可以让你增加的收入，也有可能你会实现自己的一些财务的目标，无论是说可以购房了，还是说还清一些信用卡的债务了，还是还清别人的一些债务了，你都是可以完成这些目标，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也许生活阶段会有一些忙碌，但是呢，这种忙碌并不是瞎忙，不是说忙了之后碌碌无为，而是忙得有价值，忙得有好的结果。在你的工作上面，你会得到结盟。我们这边出现了工作、联盟、职业沟通这样的一个牌卡，所以呢，在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学业，或者是自己合作伙伴里面呢，会出现对的人，终于遇到可以合作的结盟者了。而这个人呢，很有可能是水象星座的人，或者是他的星盘里面水跟土能量是比较强的，就代表他是一个很注重感情，而且呢很脚踏实地的人，可能没有太多的火象、外向啊、活泼啊，见面很熟的那种，可能会更加的内敛一些，更加的谨慎一些，更加的成熟一些，不会太过于的这种风趣哦。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鱼座、巨蟹座、天蝎座、摩羯座，或者是他的上升星座是天蝎座、巨蟹座、双鱼座、摩羯座。你们在工作上有蛮多的一些沟通交流的，它会给你很多独特的一些见地，也可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利益，在你的思想行为上面呢，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激发。当然，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你就把工作这个词改成学业，你的这个同学呢，可能在未来跟你形成很好的搭档关系，说不定在学校毕业之后，你们都还是可以合伙的去做一些生意呀，或者是同一条专业道路上面去做发展。无论如何，你遇到的这个人呢，可能在未来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实际性的金钱利益价值的，不代表可能当下你们就要跳脱出去创业或者是开公司了，但是在未来呢，说不定这个潜在的对象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你们都是可以配合得很好，去形成一个团队的核心，然后搭建你们想要的团队，搭建未来的一些目标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在找合作者的话呢，那很恭喜你，那这个对的人即将出现了。另外，他其实特别尊重你，他觉得你对他是很有耐心的，很有包容度的，他喜欢你身上的体贴周到，而且呢，为了你，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未来，他会努力的去处理自己的财务问题，或者是会去努力的发展自己的金钱储备金，未来呢可以一起去做投资，或者是一起去做更多事业金钱上面的发展。这个人是非常想跟你合作的，而且他对你极其的信任，他甚至把你当成很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他在认识你不久之后呢，就忍不住向他身边的人提及你了。你身上呢有他没有的闪光点，你们是可以互补的。他梦想跟你一起去搭建未来，而且
跟你在更多的沟通之后，他发现你的内在智慧对他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他不是通过你的外表或者是你的时尚这些肤浅的一些状态而判断的你这个人，喜欢上你的这个人，他是喜欢上你的文化，喜欢上你的修养，所以他可能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直接会表明他的态度或者是想法，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在思想交流上面是没有太多的障碍的，这一点很好。同时我们看到你呢近期也会逐渐在人际关系上面去做一些断舍离，哪一些人是可以在未来跟你有共同发展的，你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或者是更加的舒服，那时不时的去做一些联络，做一些互动。那哪些人呢是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一些未来价值，可能当下就是讲一些肤浅的话，就是笑一笑，玩一玩，喝一喝，跳一跳，去参加一些派对，这样的朋友可能你会开始慢慢的脱离出去，这种舒适圈呢你是不想要了，你想要的是可以更加在精神智慧上面给你带来能量的人。所以亲爱的，这种断舍离呢确实是会给你建立更加长久有益的一些关系，你更加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分辨，你更加的成熟了，在人际关系上面不会陷入任何一些浮躁或者是复杂的关系。即使在感情里面，你也不要那种暧昧的或者是短暂的这种激情，你会觉得太消耗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精力了，你不想浪费。而且当下呢，你也会去专注自己的事业，你会觉得事业上面的成功稳定一定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舒适，在自己足够的舒适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之下呢，再去建立情感，那会是更加锦上添花的事情。而当下你也会开始更加的大方慷慨与别人去进行交流讨论，即使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去试着寻找一些原因，但也不会完全去压抑自己的这种情绪，愿意去把自己的真心话语讲出来。而你身边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聆听你的一些语言的，只要你想跟别人联系，随时都有人可以候在那里等着你的联络。结束阻碍你发展的一些关系呢，实际上就为你打开新的大门，就为你打开新的关系的可能性了。那虽然在情感里面呢，也许还是会出现一些恐惧啊、担心啊、害怕啊，但是呢，你是可以去驯服这些恐惧、担心的。与其在那边害怕，不如说去做实际一些动作。有些人呢，确实是可以离开了，是可以抛弃了，是没有办法让你有更多达到高层次的一种状态了，所以你是会离开的。那么这种离开呢，也就代表了自己呢正在得到一个幸福的转化。在几个月之内，你就会有很多奇妙的消息接收到，而这些都是人际关系会给你带来好消息的。你知道吗，亲爱的，有一些人呢，让他们走吧，有一些悲伤的记忆，让他也走吧。任何事情你该放手的，只要是没有让你更加积极开心的，那你都可以放手。不要让自己活在昨天，或者是活在曾经，最主要的是专注当下。另外呢，上天也告诉你的守护天使告诉你，你其实是蛮强大的，很多事情你尊重自己的直觉，你是可以寻找到答案的。那么当你困惑的时候，当你悲伤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做一下冥想吧。当你呢不知道如何去做选择的时候，你做一下冥想吧。在这冥想的过程里面呢，你是可以感受到你的守护天使给你的一些启示的，你是可以得到适合你的答案的。你强大的灵魂，你强大的潜意识是会指引到你的。也许在热闹繁华的场所，你没有让自己孤单下来，所以很少一个人的时间
当你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让自己跟这种热闹隔离开来，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哪怕是孤单寂寞也好，但是呢，会给自己一个人独自的时间跟空间。这个时候去做冥想，你是会寻找到答案的。无论如何，在几个月之内，你会得到感情上面极好的消息，你只要放手过去。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实现怎样的一个梦想你也可以在一个人的时候向你的守护天使进行一些祷告，要求他们去帮助于你。如果你从来不对他们提要求的话呢，他们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帮你的哟。把你的希望讲给他们听，越具体越好。你越具体的话呢，他们给你带到身边的人，带到身边的事物，才跟你期待的越接近，好吗？所以宇宙是爱你的，你的守护天使他们也是爱你的，他们一直在你的身边。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享受生活吧，拜拜。Hello， 亲爱的选择星星 Star 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其实你近期一直都还是蛮有上进心的，你也非常的勤奋，但是好像自己很努力很辛苦，生活仍然并不是很富裕。你在从外在的一些物质、金钱、事业上面在找寻幸福，欲望呢是有一些多了。所以近期呢，你正在去调整自己，开始去寻找自己内在的灵魂，寻找正确的灵性指导，以及自己下一步的生活目标。目前你开始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从小被教育、被社会影响的一定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一定要事业成功，一定要有高的文凭等等的。你正在去了解这些恐惧、这些不安全感，以及在爱情、感情、人际关系上面，你应该更加的圆滑呢，还是说更加的真实呢？目前呢，你都在去进行一个思考、分析跟判断，同时你也不会意识到金钱是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你开始并不太关注物质事物这些肤浅的状态，更加去关注尝试在哪里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一些满足感。你可能会花一些时间来思考，想要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取到什么，或者是在自己的专业学习里面是有怎样的一个未来的盘算。你可能会觉得目前自己走的路呢，对你来说也许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可能会有一种你还没有得到满足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你也会试图去了解怎样的一个工作，怎样的一个兴趣爱好，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是可以给你带来各个层次层面的快乐的。如果纯粹是为了金钱而生活，而使用自己的生命的话呢，好像这太浪费自己生命时间了。所以当下呢，你也希望有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了，自己一个人思考一下。其实你正在转向智者，我们这边出现了隐者这张牌卡，代表着你的智慧呢将更加的有深度一些了，而且呢对自己也有更多的一些认知。你想要远离那种热闹繁华的环境，不去参加太多的活动派对，一个人静下来，向自己的内看，去连接你的精神世界。多而不得，小而美，这样的一个境地。你知道欲望太多，想的太多，如果每个方向都去努力，都去使劲儿的话呢，会非常的疲倦，反而都抓不到，都得不到。贪心以及这种分散的创造呢，反而不会给自己带来最佳的利益。但是如果专注一些，一次只完成一件小事，一个梦想，那么一个一个的去完成的话呢，应该就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而当下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到底是爱情，还是说自己的物质金钱，还是说自己的事业等等的，你会去想得很清楚。实际上呢，即将到时候了。上天告诉你，你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把你引导至灵性觉醒，直至灵性成熟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的心就像水果一样，开始慢慢的成熟，慢慢的变甜。当然，在变甜之前，会度过一些青涩的、艰难的成长期，会从外在形式的追求需要，转变为往自己内心无尽的奥秘以及精神爱的神圣信仰上面的转变。所以你不会再是一个非理想主义的人，你会更加的去追求不完美，不会去追求完美了，也不会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好的名声，任何事情呢都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是顺应父母的期望，也不会要求自己身材一定要像模特儿那样，或者是一定要有很好的身材，要瘦。那自己的人格呢，你也不会要求完美，会看到自己身上是有缺点的，也会开始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缺点，不会根据外在某些极度纯净的一些特殊的形象，或者是老师的教育呀、环境的影响啊，而去保持着一种很浪漫的想法。会知道生活并不是寻求收获或者是成就，而是可以去感受，可以去爱，可以去自由。你也会更多的自我接纳，并且更加的仁慈，更加的大度，更加的有风度。心里面呢，如果产生一些罪恶感、指责、羞愧或者是恐惧的话呢，你是会调整压抑他们的，尽可能的让自己充满着这种温暖跟阳光。你不需要去当一个好人，你也不需要去当别人眼中的孝子，你也不需要被大家所喜欢，你只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很身体柔软的动物，并且爱其所爱。成熟的灵性呢，会反映出你的内心深处有感恩跟宽恕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你正在得到一个加持。还有就是你更加的有耐性了。这种耐心呢，并不是说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而去坚持，而这种耐性指的就是像超越时间的事物更加的开放。这种灵性的觉醒呢，有的人可能是几天，有的人可能是几个礼拜，有的人可能是几年，有的人可能是几辈子。但是呢，只要你有爱和耐性的话，你就可以打开自己，进入到灵性觉醒这个状态。而当下呢，你会更加的活在当下，会更加的注重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狂喜之后就是洗衣做饭了。所以化身为人，会在自己的生活这些常识、这些生活的本领上面去享受、去感知，也很开心哦。做人这样的一个动物呢，可以给自己做美食好吃的，那也可以把家里面打扫得非常的干净整洁，那也可以让自己呢活得非常的开心，可以听音乐啊，可以跳舞啊，可以唱歌啊，可以看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的，让你感受到你在灵性的生活，让你感受到在人体这种人生之中去增长智慧、深化慈悲的能力，并且你也会在自己的所想、所言、所做上面言行一致。当然，你可能还会出现一个特质，那就是质疑，不会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不会盲目的去追寻大众啊、社会所定义的成功，或者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迷人的道路，那应该成家立业啊，多少岁结婚啊，多少岁有孩子啊，多少岁事业成功啊等等的，不会痴迷于这些想法了，而是呢有自己对真理的研究，真正的看见自己适合怎样的人生道路，所以你的思想更加的开放了，并且有更多分辨的智慧，会站在自我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那这边举个例子，当老师我 Jessie
灵性成熟之后呢，我就会认为我是一个地球人，我没有国籍，我也不去认同政府当下的一些所作所为，所以让我到任何一个国家生活，我都觉得非常的舒适。让我进入到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我都可以看到那个环境人为的去做了哪些好事，人为的做一些坏事。那当下世界上的一些战争，我也不会去做任何的一个批判。接下来呢，你也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智者，你不会采纳任何的观点，你也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一些冲突而去悲伤，而去怀疑，而是在想法上面更加的弹性了。你会看清楚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规则，你也会尊重周遭不断变化的环境。当然，对于人性的劣性啊、恶性啊，你看得清楚，但也会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所以很多事情呢，你会觉得没有好，没有坏，没有多，没有少，没有输，没有赢，一切都是刚刚好，一切都在一个该在的位置。而你周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呢，也是让你更加的体验生命，更加的去做修行的，它都是有意义的发生的。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拥抱对立面，对于生命啊，对于时事啊，你都会有很强的一种容纳之心。所以亲爱的，看到呢，你即将灵性成熟，然后你也会做很好的一个修行，并且在人际关系上面去建立智慧而有慈悲的关系。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在你的社会、地球的生态、政治、金钱，哪怕是感性、情感、性欲方面呢，你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但是这种看法都是非常细心、慈悲跟平衡的。你会有更多生命恩典的感激之情，那么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在这种平凡之中没有高下之分，不需要去改善什么，不需要去渴望什么，只是在爱跟了解之中向世界的喜悦和苦难去敞开。所以亲爱的，你可能呢会经历一些成长的烦恼，你可能呢会经历一些失去信心，或者是破财，或者是失去朋友，或者是家庭的误解，或者是被社会嘲笑，成为很孤立的人，或者是你在职业上面有一些转换，自己呢感觉到孤独，学习如何独处等等啊。无论你前一段时间经历过哪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让你坦然的面对自己，然后去进行灵性的觉醒。你目前呢就在觉醒的道路上面，而觉醒之后呢，你会看见之前经历的一些八卦呀、伤悲啊、生病啊，或者是有些事情出现质疑、怀疑、欺骗啊等等的，所有的都是把你推向更好的一个人生阶段，更加成熟、更加享受生命的人生阶段。有的人说，人生如果没有跌落，怎么会有弹起呢？所以呢，你也会进入到弹起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弹起之后，你更加的自律了，你更加的强大了，你更加的富有了。这种富有呢，先是从精神世界上面富有，然后进入到金钱物质上面的富有。金钱物质呢会开始追着你跑哦，不是你在辛苦的追着他们跑了。那么未来呢，可能你会买车，可能你会买房，可能你会建立同盟的关系，而会有对的人、好的缘分来到你的身边。上天眷顾，在1年时间内会有一个对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她很可能是一位女神，像是冰雪皇后一样外冷内热的人。也许她会给别人一点点的距离感，也许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好冷酷哦，不是很喜欢开玩笑啊，并不是非常风趣，也并不是非常外向的，但他会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甚至有可能你们比亲人家人更加的紧密支持彼此哦。有可能
这个人他是你的亲人，有亲戚关系，也有可能他是你的正缘，也有可能呢他是将跟你住在同一屋檐之下的人，你们会开展同居生活，或者是一起租房，或者是呢同宿舍也算。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可能去到一个新学校会跟他进入到同一个宿舍。当然这边呢也有朋友是会跟你的恋人这样的一个人进入到婚姻之中，一起购买房产，或者是这个人呢在未来你们会一起做房地产投资事业的。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家 home 这张牌卡，代表着你们可能有房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在。当然因人而异，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你想要具体的知道遇到这个人会发生哪些事情，或他是怎样的人呢，你就可以找老师做私占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我的方式，可以联系到我。记得申请好友的时候要申请占卜这样的一个字样，我才会通过哟。好，我们接下来回到今天的占卜上面。他是你的灵魂家人，你遇到的这个人呢，他会跟你非常的相似，你们感兴趣的东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从不吵架，从来不会产生矛盾，而且两个人即使不说话，也都知道彼此的心情，彼此的心意。就是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大家不说话，你都能知道他的一些情绪，他的一些感觉，甚至你们的三观啊，你们的想法啊，你们的兴趣啊，你们的梦想，可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你跟他在一起就像是照镜子一样，你会觉得很真实，很自由，很快乐，就像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自己在跟自己玩一样。而你的情绪呢，也会随着彼此去做改变。就是你看到他非常开心喜悦的样子，他成功了，你也会为他而感到非常的高兴，就像自己成功了一样。你会看到他比赛有胜利的时候，就像你胜利了。但如果在感情里面呢，受到别人的伤害的话，你会觉得自己也非常的悲痛，所以是完全感受得到这种感同身受。因为你们的灵魂震动在同一段频率之中，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另外灵魂是有可能改变振动频率的，也就是说，也许现在你们会成为灵魂家人，但并不等于会成为一辈子的灵魂家人，或者是下一辈子还是会成为灵魂家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当灵魂改变振动频率之后呢，灵魂家人就有可能换人，有可能呢你们会只在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年，那也许是几十年，或者是也许几辈子，但是呢他总是会有离开的那一天的。非常棒，你即将遇到自己的灵魂家族了。那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金牛座、巨蟹座、处女座、双子座、双鱼座、水瓶座，或者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巨蟹座、处女座、双子座、双鱼座、水瓶座、金牛座。那星座也是跟这个冰雪皇后这张牌卡相搭的，他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特别开放，任何事情呢都表露在外的人，他更多的是比较谨慎的，然后稍微有一些内敛的，他很讲规矩，守原则，可能有时候呢做事会比较一板一眼，不太走捷径，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而他的心智也比较成熟，跟同龄人相比的话呢，他可能要显得稍微的老气成熟一些，因为他穿衣服呢不会太多的一些颜色，或者是太过于讲究时尚穿搭，他不戴那些夸张的首饰啊，他最主要的是以干净整洁为主。在穿衣服上面，他不讲究衣服物品的样式，但是呢他讲究衣服物品的质量。在使用任何的家居物品的时候，他都是重质量的人。那么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他也不是重数量的，也是重质量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有一定的品味，他是很喜欢给周围的人提供力量跟支持的，特别是他亲密的朋友，他的爱人，
对别人的信仰跟想法，他大多数时候都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不会觉得别人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别人就是错的。他尊重这种不同性，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而且他也不会受到别人的思想上面的束缚，很坚守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信念。但有时候呢，他可能有点钻牛角尖，有时候可能他比较高傲，当他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他可能很难谦虚的去向别人求情啊，或者是寻求别人的帮助。而有时候别人向他伸出双手去帮助他的话，他都不肯愿意接受帮助，是骨子里带着一点傲气的，然后内心他的那些压力啊，或者那些伤痛啊，他都不会让别人知道，尽可能的把自己隐藏，或者是包装成一个非常坚强、百毒不侵这样的一个角色。有时候其实他是缺乏信心的，他并不是一个他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强壮很有信心的人，那是他的一个保护色，内心其实他是非常柔软的，他也有自己不守时间或者是拖延症这样的一个毛病，他也有自己逃避问题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大多数时候看着他都好像是迎难而上的。他其实会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呢，刻意的去包装自己。另外，他的心灵是高于物质的，他很注重自己心灵的成长，他也很注重精神世界，他喜欢学习，喜欢接受不同的一些思想，他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人，不会太过于注重金钱的魅力，而是很愿意去增加自己的专业度啊、技能啊，或者是知识啊，或者是文化啊，提高自己的竞争核心力。还有就是他喜欢认识跟他在精神智慧上面有沟通交流的人，如果双方朋友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那不会出现那种尴尬、词不达意，或者是两个人在不同频率的话呢，他都会去有很多愿意去联系的。他特别喜欢有智慧的人。还有就是这个人呢，其实有一点完美主义者，他觉得积极乐观才可以保持幸福的状态，他努力让周围的人快乐，他努力呢让这种环境很好，他也希望拥有完美的家庭啊，或者是很好的房子啊，或者是成功的喜欢的工作啊，或者是拥有双向奔赴的感情啊，他希望掌控一切，但他也知道，如果任何事情追求完美呢，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当然，在他没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之前，他是不会放弃的。他寻求没有压力、和谐的生活。有时候可能他不太懂得处理一些有毒的人，就是一些小人，或者是一些恶性竞争的人，或者是被霸凌了、被伤害了，他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有时候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冲突啊、矛盾呢，他可能也并不是很懂得处理。有时候呢，其实骨子里他还是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实际上是非常浪漫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狠心，或者是很有算计心机的人，实际上不是。他知道自己是非常善良的，他知道自己呢倾向于把很多事情理想化，他知道自己其实很重感情，很重情义，所以很容易受到伤害。一旦他建立信任的关系之后，他是可以付出很多的奉献的，甚至可以去损失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知己获得好的利益。但往往这个样子呢，他是在感情里面受到过伤害的，不仅仅是一次，可能有几次的伤害了。也许被朋友出卖过啊，也许被朋友利用过啊，或在感情里面呢
可能自己付出真心没有收获啊，所以命运呢会推着他让自己包装成一个狠角色，跟别人有一些距离感，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非常温暖的。而他在遇到你之后呢，确实你们彼此给了彼此很多的一些依靠跟温暖，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令他感觉到骄傲的人，你做的很多事情他都非常的崇拜或者是非常的认可，而且你身上的这种正能量呢，他是很喜欢的。在你跟他的交往之中，接触之中，你有激发出最好的他，你有给他很多良好的建议，你有给他很多的一些支持跟鼓励，你们是彼此欣赏的，同时你的笑声对他来说也像是毒品一样，是有很强的感染能力的。在认识你之前，他从来不相信什么灵魂伴侣啊，或者是什么灵魂家族啊，或什么双生火焰啊，这些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可信。但是你带他走上了一条灵性之路，他遇见你之后，他就觉得你像是他失散多年的双胞胎一样，你懂他，他懂你，真的是很合拍，而且非常的自在。他从你的嘴巴里面了解到灵魂伴侣这个词，然后呢，他有去查，再加上他自己真实的感知，所以他相信你就是他的灵魂家人、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是互相精神上面的养成的，并且会让彼此在思想信念上得到一个康复。在他身边你会休息得很好，你会非常的安心，而他在你身边呢，也是脱去所有的这种保护色，他有自己柔弱的地方，他有自己不自信的地方，他都会去跟你聊，都会给你讲出来的，然后你会给他一些安慰。其实也许你在他身上看得到你以前的影子，也许他在你身上看得到他以前某一些的影子，无论如何呢，两个人会给予彼此蛮多的一些重视、一些关注、一些崇拜、一些欣赏的。可能你们之间也有一些恐惧，也有一些害怕的事情发生，但是在灵魂成长上面，你们都会刺激到彼此，在更多的治愈力上面呢，也会刺激到彼此。我们这边很奇妙的出现了月亮这张牌卡，实际上月亮这张牌卡在塔罗牌里面呢是有欺骗这样的一个信号的。首先我们这边看有一只狼，有一只狗，它们呢都朝着月亮在呼喊，朝着月亮在叫，也就代表着可能它会把你从沉思之中唤醒，把你从恐惧里面唤醒，或者是用威胁恐惧来吓唬你，让你更加的有冒险主义，或者是呢，让你直面你的担心跟害怕。另外呢，这个螃蟹从水里面出来了，会可能让你面对自己更加的勇敢，或者是看到你自身的进化跟思想进化的一部分。无论前行的道路多么的艰难，但是呢，你是会义无反顾的向前进的。在人生的过往之中的那些经验教训，你会足够的吸取的。而月亮对于女巫或者是异教徒来说都非常具有象征的意义。这些女巫呢，异教徒呢，他们都会用新月啊、银月啊，或者是满月啊这些时间来施展魔法和施展咒语。所以也许你跟他会有更多灵性上面的一些体验，或者是你会得到潜意识上面的启发，或者是呢，你会有一些梦境是关于他的，
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原因呢，而激发了你心中的一些黑暗面，看到一些真实的自己。那么这边呢，宇宙还给你一个讯息哦，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也许这个冰雪皇后的出现，它是用反面的一个能量在激发你面对恐惧。有时候我们的灵魂家族，它可能并不会用非常友善的一些举动来刺激你成长，有可能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灵魂家族，他可能用欺骗，或者是背叛，或者是借钱，或者是利用这些负面的事件来引发别人去引导灵魂提升上面的学习。那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灵魂家人他找你借钱，可能你借了之后他并没有还你的钱，也许在这一部分金钱上面损失了，但是呢，通过这个机会也会教育你，花钱上了宝贵的一课，让你知道不能随随便便借钱给他人，或者是当你要去投资某一个项目的时候，不能只是听别人讲，而要去看真正的报表，而是要去真正的分析。所以有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反向的刺激方式，让你快速的成长。那么这边呢，宇宙也会提醒大家咯，如果身边有人，任何人找你借钱，不要借。如果身边有人希望你参与任何不正当或者是非法或者是见不得人的生意的话呢，你不要去做，还有可能会被抓住哦。无论如何，这个人的出现对你的人生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启发性的。也许他是用正面的一种方式来让你得到灵魂上面的提升，也许他用反面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你都会感谢这个人的出现的。你们会一起享受生活，你们会一起共同创造未来。也许他在你的生命之中只是短暂的出现，但是呢，你都会有蛮多灵性的成熟的。在这一年的时光里面，从现在起算到明年的这个时刻，你会出现很多人际关系的机会，或者是赚钱的一些机会，或者是呢感情上面的正桃花正缘的一些机会。所以当下呢，不要停止，当下你走在正确的路上，你的想法，你的一些行动，身边出现的麻烦，哪怕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其实它都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给你更多的一些启发。当下呢，你不要去消极，不要去悲观，不要懒散，不要放弃，不要停止，继续努力向前进，保持你的上进心，保持你当下的一个步骤，你将更加的有智慧，更快的进入到灵魂觉醒，那更快的过上一个自律的、开心的、幸福并且富足的未来。很棒哦，这一年对于你来说非常的关键，好好的去享受，打开你的心灵，接受任何事件的发生吧。上天是祝福你的，上天是眷顾你的，自然对的人对的事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